好的，欢迎来到解说员单元。今天我们要来解决一个非常有趣的谜题。有个 YouTube 频道，他做了几乎所有你被告知不要做的事情，却建立了一大群忠实的追随者。他打破了书中的第一法则，而我们即将揭晓他是如何办到的。你知道那条规则？任何内容专家告诉你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你的利基市场。那么，这位创作者 Jack I 究竟是如何在完全不这么做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频道呢？它涵盖了深入的金融分析，然后是动画预言，接着是尖端的人工智慧，全都在同一个地方。这不应该行得通。让我们来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的意思是，看看这个。一方面，你有对金融产品中的结构性风险分散的深入探讨；另一方面，则是一个温柔的睡前故事，讲述了一个小油漆罐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。这两件事似乎来自不同的宇宙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隐藏的线索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呢？好的，所以我们该从何开始剖析这一切呢？第一步就是快速浏览一下这个频道库里到底有什么。整个频道实际上是建立在4个非常独特、非常不同的内容世界之上，所以这是细分。你有深度金融，我们谈论的是对 ETF 和投资策略的深入比较，然后你做一个180度的转变，进入心态与成长，透过这些精美动画的寓言故事，讲述勇气和培养习惯等主题。然后嘣，你又接触到科技前沿，剖析像 Google 最新 AI 代理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一切都包裹在一个个人层面的是艺术与生活、音乐、摄影之类的东西。这是一个疯狂的组合而当他谈论金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谈论表面的东西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句话说明了一切。这不仅仅是关于 ETF 是什么，这是一项法医调查，他深入研究了费用结构、追踪误差、长期税务影响呢。他实际上是在寻找细节中的魔鬼。同样的深入研究方法也延续到了科技内容上。当他在分析 Google 的 AI 的时候，他不仅仅是列出酷炫的新功能，他关注的是巨大的哲学转变，从一个只回答你问题的 AI 转变成一个主动为你完成任务的 AI。然后你接触到心态内容，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这句话来自一个简单的油漆罐故事，听起来像是来自童书，但它并不是真的给小孩子看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，关于潜力和拥有勇气，做自己而不需要一个标签。这是出乎意料的深刻的东西。那么这一切是如何连续在一起的呢？说真的，第一个大线索其实就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，就是频道的名字。从这里我们开始看到所有这些看似疯狂背后真正的方法。这个频道叫做眼睛观察笔记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名字，这实际上是一个使命宣言。秘诀不在于主题，而在于方法。核心思想是将这种深入的几乎是微观的观察应用在任何事物上。一只小秃，一个软体，一种人在情感，揭示出陌生人忽略的隐藏细节和实用见解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观察笔记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。就拿它对2只台湾大型的 ETF 的深入研究来说，它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开始，对吧？他们都追踪同一个指数，很简单。但接着它开始一层一层的剥开，它深入探讨了阶梯式费用和营运成本的细节。然后他又进一步揭示了隐藏的微小差异，例如追踪误差的微不足道的差异。最后他放眼未来，模拟了当他们的费用最终可能趋于一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。这完全是一堂大师课，教你如何看透表面之下的东西。但是看一个聪明的分析方法不够让你建立忠实的社群，对吧？肯定还有别的原因，确实有。除了所有的数据之外，还有这种深刻、刻意的对人际关系的关注。这是关于开启一场对话，这种连结并非偶然，它是一砖一瓦刻意建立起来的。这些影片不是把资讯灌输给你，他们提出这些非常深刻的问题，他们又说故事的方式让复杂的概念真的深入人心。而创作者亲自邀请评论和对话，这让这整件事感觉不像是一个广播，更像是一个真实的社群对话。还有这个，在一个本来应该是关于 ETF 经费这完全无聊的主题的影片中，最终的结论并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关于你的个人价值。这个决定突然变成了你自己心里的一种反射，而不是只是试算表的计算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而这个正是它的核心。这句话来自一个故事的结尾，被
并不是只是一个通用的按赞、订阅，只是一个承诺，一个真诚连结的承诺。他告诉每一位观众，你的想法在这里很重要，而我会真的去倾听，这是你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的方式。所以我们有这种一致的分析方法，也有对人际连结的深刻关注。但这两件事最终要建立什么呢？那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一切的核心，那个最终将金融、预言和 AI 统一的一个单一分析想法，就是这个最大的秘密。这个频道不是真的关于金融或是语言，真正的利基，真正的主题其实是来自长期思考的实践。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内在的心态、耐心、纪律、意志力，这些能带来成功和满足感。不管你在做什么，这是一切豁然开朗的地方。以耐心为主题，在投资影片中，就是关于专注在长期复利成长；在故事当中，这是关于接受自己的漫长慢慢成长的旅程。或是纪律，对于你的投资组合，就是坚持储蓄计划；对于你的生活，这是透过一次一点小吃的方式，然后养成好习惯。还有意志力，在危机中重新平衡投资组合至关重要，就像在故事中角色从失败中学习一样，主题不同，但是核心的教训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在拆解了这一切之后，对我们所有人，无论是创作者或者是学习者，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它确实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利基究竟是什么，这是最终的洞见。从这一切又记住的一件事，就是你的利基不是你的主题，你的利基是你的观点，这是你观察、分析和与世界连结的独特有一致的方式。这个频道证明了，如果你的观点足够强，你可以将它应用在几乎任何主题上，并且找到一个了解你的观众，因为他们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共鸣。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后大的问题去思考。我们总是被告知要专精化，对吧？选择一个领域成为专家。但是如果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，如果你最大最强大的优势不是成为一个单一领域的专家，而是在你独特有个人化的方式，将你所有不同的兴趣联系在一起，建立一个100%属于你自己的观点呢？